你以为古代打仗就是两边将军骑马出来，互相报名，然后单挑300回合，谁输了，身后几十万士兵就跟着掉头跑路吗？要真是这样，古代也不用养那么多军队了。每个国家派一个武术冠军，约个地方打擂台，输了直接割地赔款，既省钱又环保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古代到底是如何打仗的。真实的古代战争远没有电视剧里那么痛快，士兵不会等着将军单挑，双方也不一定排得整整齐齐，听见一声鼓响就集体冲锋。战争是一套复杂的国家级项目，前面要征兵，中间要运输，后面要准备粮草，上面有指挥，下面有军纪，白天任骑，晚上听鼓，有人侦察，就得有人修路、喂马、做饭、照顾伤员。两军真正在战场上互砍的那几个时辰，只是整个战争项目最后的结算页面。真正决定胜负的，可能是一袋没及时送到的粮食，一条没有探明的河，或者一个被敌人收买的向导。古代战争不是大型武术比赛，而是国家机器试图在没有电话、卫星和汽车的情况下，把几万人送到同一个地方，再让他们同时执行一个命令。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离谱了。不过，在研究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怎么运转之前，得先解决最基本的问题：战场上的那些人到底从哪里来呢？皇帝决定出兵，地图上一拍，朕要10万大军。话喊出来很容易，问题是10万人从哪里来？古代大多数人不是职业军人，而是农民，平时种地，国家需要时才征发服役。秦汉有征兵，唐朝前期有府兵，宋代大量养职业军队，明朝则有军户和卫所。一个农民拿起武器，不等于立刻变成士兵，他得知道自己跟谁一队，听谁指挥，站什么位置，什么时候前进，什么时候举盾，否则10万人看着很多，打起来就是10万个各自为战的普通人，而且征走一名男子影响的是整个家庭，壮丁走了，庄稼可能没人收，战争拖上1年，家里就可能缺粮。人要是死在外面，还会永远少掉一个劳动力。所以王朝频繁打仗，伤害的不只是国库，还会把农村的人力一起抽干。皇帝在地图上画的是进军路线，百姓家里消失的却可能是丈夫、父亲和儿子。士兵入伍以后，也未必人人都有完整甲胄，精锐和前排装备较好，临时征来的普通士卒可能只有简单兵器，甚至需要自备部分衣物。皇帝嘴里的10万大军真正组装起来，更像10万个刚被拉进工作群，还没看懂群公告的临时员工。可人拉来了还不算完，想让这10万人真正走上战场，后面还得拖着一整座会移动的城市。一支真正能够远征的军队，不只有拿刀的士兵，他后面还跟着运粮的民夫、赶车的车夫、照顾牲畜的人、修理兵器的工匠、熟悉道路的向导和传递命令的信使。所以10万大军不是10万人排成方阵往前走，而是一座每天都要吃饭、喝水和排泄的移动城市。士兵要吃粮，战马要吃草，车辆坏了要修，建设完了要补，下雨道路变泥，车辆容易陷进去，遇到河流还要找渡口、搭浮桥或者征集船只。走进山区以后，
道路一窄，整支军队可能被拉成几十里长，前面的人已经扎营，后面的人还在路上排队。这就是古代大军最脆弱的地方，人越多，声势越大，但行动越慢，消耗越高，也越容易失控。兵力翻倍，不只是战斗力翻倍，粮食、车辆、营地和管理难度也会一起翻倍。几十万人听起来非常霸气，可一旦道路堵塞，粮道中断，前后失联，100万雄师就会迅速变成巨型露营事故现场。而这座移动城市最不能缺的不是刀枪，也不是帐篷，而是每天都得准时送到嘴边的粮食。打仗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宝剑，也不是将军的诗词水平，而是粮食。士兵再忠诚，几天不吃饭也得腿软；战马再神骏，没有草料也只能站在路边怀疑马生。孙子兵法反复强调远距离运输的代价，还提出因粮于敌，就是尽量利用敌方土地和物资解决军粮。不是古人特别喜欢抢，而是从几百上千里之外运粮，成本高得吓人。运粮的人自己要吃，拉车的牲畜也要喂，车辆会损坏，粮食会受潮，路上还可能被劫。距离越远，真正能送到前线的粮食就越少。所以古代名将经常盯着敌人的粮仓打。官渡之战时，曹操袭击乌巢，烧掉的表面上是一批粮食，实际上是袁绍大军继续作战的时间。士兵还在，武器还在，将领也没死，但粮食没了，项目只能强制关机。历史书里的粮尽而还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老板野心很大，计划也很漂亮，但后勤部门说预算花完了，大家收拾东西回家。粮食准备好了，也不代表能顺利送到前线，因为真正考验一支军队的，往往是还没见到敌人之前的那段路。军队集合完毕，粮食也装上车了，接下来还不能直接奔赴战场。行军本身就是一次高风险行动，几万人走在同一条道路上，前后可能拉得很长。前军、中军、后军和辎重速度不同，如果安排不好，前面遇袭，后面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经过山谷、树林、河流和狭窄道路时尤其危险，这些地方无法展开兵力，前后又难以支援，敌人只要堵住出口，袭击中断或者烧掉桥梁，就能把大军切成几段。所以行军不是集体散步，而是随时准备变成战斗队形的移动。前面需要斥候探路，两侧需要警戒，后面要保护粮车，寻找水源，砍柴和放牧，也不能一窝蜂冲出去。古代地图精度有限，道路可能变化，河流也可能涨水。军队进入陌生地区，必须依靠当地向导，可向导既能带你找到近路，也能把你带进沟里。统帅一边要相信他，一边又不能完全相信他。这就像司机一路告诉你，相信我，这是近路，可你发现周围越来越荒，手机还没有信号。既然连道路都可能骗人，那敌军的数量、位置和动向就更不能只靠肉眼随便看一眼。战争电影里的斥候常常骑马上山看一眼，然后回来报告，敌军约有10万。问题是，他到底怎么一眼看出10万的呢？难道自带人脸计数功能吗？真实侦察要观察敌营大小，
旗帜数量、炊烟多少、车辆和牲畜规模，还要判断脚印、马蹄印和车辙。远处尘土高而集中，可能是骑兵；尘土低而宽，可能是步兵或车辆。树林里的鸟突然飞起，也可能说明有人经过。侦查还包括抓俘虏、审问逃兵、收买当地人、截获文书和派间谍混入敌营。孙膑对付庞涓时就利用过减灶，齐军故意每天减少做饭的灶台数量，让庞涓误以为齐军士兵不断逃跑，于是轻装追击，最后进入马陵道的伏击圈。庞涓不是输在不会打，而是输在看见了一组被人为设计过的数据。古人早就懂得，情报不一定要藏起来，有时候故意让敌人看见一份假的，效果反而更好。放今天，这就叫数据造假，古代叫兵不厌诈。但情报再准确，几万人到了战场上，如果各走各的，照样会乱成一锅粥。所以接下来就得靠阵法把它们拴在一起。一说阵法，很多人就想到一个巨大的八卦图，士兵在里面不断旋转，敌军进去以后走着走着就迷路了。真实阵法没有那么玄学，阵法的作用是让成千上万的人知道自己站在哪里，应该往哪个方向移动，旁边的人跑了以后自己该怎么办。古代战场极其吵闹，鼓声、喊杀声和马蹄声混在一起，尘土还会遮挡视线，普通士兵根本看不见统帅，更不可能接收500字语音指令，所以阵型必须简单清楚，能够反复训练。前排用盾牌和长兵器稳住阵线，弓弩手负责远程射击，骑兵放在两翼或作为机动力量，后面还要留下预备队。没有阵型，勇敢的人会冲得太快，胆小的人会退得太早，骑兵可能撞进自己步兵，几万人挤成一团，敌人还没杀过来，自己先堵车了。阵法说白了就是古代战场上的交通管理系统，它不是召唤法术，而是防止团队成员自由发挥。不过队伍站得再整齐，也得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前进，什么时候停下，而这就轮到战场上的通信系统登场了。古代没有无线电，将军怎么指挥几万人呢？其实主要依靠旌旗、鼓声、金声和火光。不同旗帜代表不同部队和方向，鼓声可能表示前进，鸣金可能表示停止或者撤退。所以鼓手先不是气氛组，而是一套通信设备。旌旗也不是为了让画面更漂亮，而是让士兵在尘土和人群中找到自己的队伍，旗在哪里，人就往哪里靠。旗倒了，鼓乱了，军队就可能失去方向。这也是为什么古代战争重视夺旗、斩将和破坏指挥系统。杀掉几个普通士兵只是少几个人，砍倒主将旗帜却可能让几千人误以为主将已经死了。一旦命令系统中断，每个人都会开始独立判断，而人在极度紧张时，最容易做出的判断通常只有一个：别人是不是已经跑了？我要不要先跑？旗帜一倒，倒下的有时不是一根杆，而是整支军队的心理支柱。可真正高明的将领往往不会急着敲响决战的鼓，而是先想办法把对方折腾得又困又累又多疑。高手打仗不会一见面就急着梭哈，他们会先试探、骚扰、断水、袭击粮队，
或者夜里不断敲鼓放火，让敌军反复披甲集合，却始终不真正进攻。敌人一敲鼓，你赶紧穿甲拿武器，冲出去一看没人，刚睡下，另一边又开始喊杀，再冲出去还是没人。连续折腾以后，真正袭击来了，士兵反而可能以为又是假警报。这就是古代版恶意通知轰炸。还有诈败也是常用手段，前面的部队假装打不过，引诱敌军追击，追兵一上头，队形就会被拉长，跑得快的冲在前面，跑得慢的落在后面。等追兵进入伏击区，两侧伏兵一起杀出，刚才还在抢功劳的队伍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活动礼包。古代名将最可怕的能力，不是让自己的士兵特别勇敢，而是让敌人的士兵在错误的时间勇敢。等敌人的体力、判断和阵型都被折腾得差不多了，真正的正面交锋才会正式开始。真正开战以后，也不是双方10万人一起冲向中间，通常先由弓箭、弩箭和其他远程武器射击，打乱阵型，制造恐惧。接着部分步兵接触，骑兵寻找侧翼机会，统帅观察敌军哪里松动，再决定是否投入主力。预备队也非常重要，如果一开场就把所有人全部压上，后面哪里出问题，手里就没有力量补救。成熟的统帅必须忍住，哪怕前线打得再激烈，也要留下一部分人。韩信的背水一战常被讲成一句鸡汤，把士兵逼到没有退路，自然会拼命。但井陉之战并不只是背水，韩信一边用背水阵稳住正面，一边提前派轻骑趁赵军离开营地追击时夺取赵营，换上汉军旗帜。赵军回头一看，自己家没了，正面又打不动，心里瞬间崩盘。这场仗的精髓是正面牵制、诱敌离营、迂回夺营和心理打击同时完成。只学背水不学偷家，那不叫兵法，那叫自断 WiFi。而当一支军队发现正面打不动，后路又没了，战场上最危险的连锁反应也就开始了，有人准备逃跑。战争不需要把敌人全部杀光，只要队形崩溃、指挥失效、退路受到威胁，士兵就会开始逃跑。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正面对砍，而是其中一方转身逃跑以后。作战时，士兵还有盾牌、同伴和阵型保护，逃跑以后，所有人背对敌军，互相推挤，盔甲和武器反而变成负担，骑兵这时才开始真正收割。所以很多战役正面交战并不算特别久，伤亡却在溃败和追击阶段迅速扩大。淝水之战中，前秦军队临时后撤，让东晋军渡河，结果队伍出现混乱，降将朱旭又在阵后高喊秦军败了，恐慌迅速扩散。很多士兵根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，只看见旁边的人正在跑，旁边人跑，自己就跟着跑。后面的人看见前面跑，以为大败，也开始跑。所以古代战场上最可怕的武器，有时不是刀枪，而是那句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败了，快跑。野外打仗至少还有地方可以跑，可一旦敌人缩进城里，战争就会从正面对决变成一场漫长而血腥的强制拆迁。影视剧里的攻城通常是士兵扛着梯子往上爬，主角第一个登上城头。真实攻城要残酷得多。
城墙不是一堵普通墙，而是一套完整防御系统。外面可能有壕沟，城门经过加固，城头部署弓弩和投石武器。进攻方要填沟、架梯、撞门、挖地道、修筑土山，还要防止守军出城偷袭。墨子的守城篇里已经记载了复杂的反地道办法。敌人挖隧道，守军也反向挖掘，寻找敌人位置，甚至带着弩进入地道迎战。你在地下挖，我也在地下挖，两边最后可能不是在城头决战，而是在黑漆漆的土洞里突然碰面。这已经不是战争电影了，这是古代版地铁施工队械斗。工程最大的问题是时间，拖得越久，粮食消耗越大，伤病越多，周围敌军还可能赶来增援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把攻城视为不得已的办法。聪明的做法往往是断粮、断水、离间守将，或者让城里的人自己开门，能让内鬼开门，尽量别自己爬墙。不管城池攻没攻下来，天一黑，军队都必须先解决另一个问题：今晚到底怎么睡，才能不在梦里被敌人一锅端？军队停止行军以后，不能随便找块空地躺下睡觉。成熟的军队要选择营地，划分区域，设置警戒，安置辎重，管理马匹和安排巡夜，还要规定士兵去哪里取水、砍柴。古代兵书有句话：止则为营，行则为阵。军队移动时要保持阵型，停下来以后，营地本身也要像一座防御阵地。否则夜里敌军一来，有人往东跑，有人往西跑，骑兵找不到马，步兵找不到骑，敌人还没见到，营地已经被自己人挤爆了。夜战尤其危险，白天还能认齐，晚上只能靠火光、鼓声和口令判断敌我。敌人只要派少量人混进来，到处放火喊杀，就可能让几万人因为互相不认识而自相惊扰。所以古代军营经常设置口令，巡夜时答不上来，基本没人相信你只是半夜出来散步。军营不是住宿区，而是一座随时可能在凌晨3点被强制开机的临时堡垒。可就算平安熬过一夜，第二天等待军队的也不只是下一场战斗，还有前一天留下来的伤员、尸体和疾病。战斗结束不代表战争结束，战场上还有大量伤员、尸体、遗失的兵器和受惊的马匹。军队要清点人数，寻找失踪者，修理装备，还要防止敌人突然反击。古代医疗条件有限，受伤最怕的不只是当场死亡，还有失血、化脓和感染。箭射进身体，不是咬块布拔出来以后就能继续开会，箭头可能带倒刺，拔箭本身就会造成2次伤害。刀伤、骨折、踩踏、落水、中暑、冻伤和长期饥饿同样会带走士兵。军队长期聚集，水源、食物和排泄管理一旦出问题，疾病甚至比敌人更危险。古代战争中的大胜，对普通士兵来说，可能只是自己还活着，鞋没有丢，碗里还有一点饭，明天不用第一个爬城墙。把这些藏在胜负背后的细节全部拼起来，才会发现古代战争真正比拼的从来不只是刀枪和勇气。所以古代到底是如何打仗的呢？先把人征来，再编成队伍，给他们武器，训练他们听懂命令，准备粮食和车辆，把几万人送到战场，
侦察道路和敌情，选择交战地点，用旗帜、鼓声和火光传令，用阵型控制混乱，用预备队修补漏洞，切断敌军粮道，欺骗敌军判断，最后才是真正交锋。战争比较的不是谁的将军力气更大，而是谁能让更多的人在更长时间里按照同一个目标行动。名将之所以珍贵，不是因为他一个人能砍翻多少敌军，而是因为他能在信息稀少、道路不明、军队疲惫、粮食不足的情况下，仍然知道什么时候该打，什么时候该撤。庸将带着10万人，可能连营门都排不明白，名将带着几万人，却能让每支队伍出现在最需要的位置。古代战争最残酷的真相也在这里，勇敢只是最后一环，粮草断了，再勇敢也得饿；命令乱了，再勇敢也只是乱冲；情报错了，再勇敢也是主动钻进埋伏。将领判断失误，底下几万人的性命就会一起成为学费。历史书喜欢记住那个挥剑下令的将军，却很少记住运粮路上累死的民夫、夜里守营的士兵、修桥的工匠和没有留下姓名的向导。可真正支撑战争的恰恰是这些人。所以古代打仗说到底不是2群人比谁更能砍，而是2个国家把人口、粮食、道路、情报、纪律和恐惧全部压上赌桌，进行一次规模巨大、代价极高的系统对撞。战场上倒下的是士兵，战场外被掏空的却可能是整个国家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，欢迎点赞和订阅频道。再会。